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支影片我要用 iPhone 13 Pro 的望远镜头对决 Sony 100-400GM 相机中望远镜头。那等一下也会用到一个 Sigma 2470的镜头。这样的对决其实是非常不公平的，因为 iPhone 13 Pro 它只是一只手机，那拍照是它的其中一项功能而已。那这个 Sony 的100-400GM， 它价格大概是台币7万块左右。那它完全就是为了拍长焦镜头而生的，所以它基本上一定要强很多。那我拿它跟 iPhone 13 Pro 来比，主要是想要看看现在的手机拍远的东西效果怎么样，它跟相机拍出来的到底会差很多还是差很少呢？预算有限的情况下，是不是有必要买一个长焦镜头？先来讲一下 iPhone 的这个3倍望远镜头。打开 iPhone 的相机 App， 切换到3倍镜头，然后拍一张照片，然后点左下角的图片。点开来之后往上滑，就可以看到照片的资讯。这边可以看到77毫米就是这个望远镜头的焦段。你可能好奇这个几倍镜是怎么算的？1倍主镜头是26毫米，那77毫米大概是它的3倍，所以这个望远镜头就是3倍镜。那在 iPhone 上面拍照最大可以放到15倍。那拍完之后一样到相簿去看图片的详细资料，这边可以看到放大15倍焦段是406毫米。跟要对决的这个 Sony 100-400的400端差不多，但是要注意一下 ，iPhone 从3.1倍到15倍都是数位变焦，所以会有严重的画质损失。不过每一代 iPhone 都有在算法的部分做优化，所以拍出来会比前几代稍微好看一点。那我现在先用这个 Sigma 的70端，还有 iPhone 的这个3倍镜头拍一下那个湖中间的那个小岛。那左边是 iPhone 13 Pro 的3倍镜拍的，右边是 Sigma 2470的70端拍的，两个表现都不错。iPhone 拍的因为是智慧 HDR 照片，所以粉红色的路比较亮的部分，颜色看起来比相机拍的漂亮。当然相机拍的可以丢到 Lightroom 里面调色，不过就是多了一个步骤。那 iPhone 因为算法的关系，照片通常会被加锐，所以树叶跟树枝的地方看起来比较刻意一点，颜色也有一点跑调。那相机拍的这张树枝跟树叶的部分就很柔和。现在把 iPhone 调成5倍，大约是135mm 的焦段。那我的 Sony 100-400GM 也调到135mm。左边是 iPhone 调到5倍，大概是135毫米。右边这张是用 Sony 100-400的135毫米拍的。iPhone 虽然5倍是数位变焦，但是因为幅度还不算大，所以告示牌上面的标题还是可以看得很清楚，下面的小字也还可以辨识得出来。右边这张相机拍的告示牌上面的字，因为不会自动加锐，所以文字看了不会有刺眼的感觉。那还有相机的底比手机大很多的关系，所以背景会有虚化的效果，告示牌也会看起来比较立体，背景也不会显得这么杂乱。我现在把 iPhone 13 Pro 调到10倍镜，大概是270多毫米。那我的100-400GM 也调到270毫米，来拍对面的脚踏车。那左边 iPhone 调到10倍，这个时候就会明显的感觉到数位变焦造成的画质损失。右边相机拍的脚踏车，轮胎辐条每一根都很清楚。iPhone 拍的就开始有一点糊糊的，黑色轮胎的地方细节也开始不见了。相机拍的这张颜色都还是很鲜艳，旁边的草还是很绿，但是 iPhone 的草开始有一点失去颜色的迹象。我现在把 iPhone 13 Pro 调到15倍镜，大约是400毫米。那我的100-400GM 也调到400毫米。那我要拍一下对面的那个饭店 logo， 还有湖里面的乌龟。左边是 iPhone 调到15倍拍的，虽然不如 Sony 100-400的400端拍的，但是我刚拍完的时候用手机的萤幕看，觉得效果其实还算不错。因为我距离那个饭店大概有300多公尺远，原本想说效果应该会非常差，但是在手机上面这个小小的萤幕上面看，效果比想象中的还要好一点。那跟 Sony 100-400拍的对比起来看，可以发现 iPhone 它是把颜色差不多的地方加上了一层涂抹的感觉，然后颜色分明的地方就加强锐度，所以 AJ Hotel 这几个字就可以很清楚的辨识，但是栏杆比较小的细节就直接被它涂抹不见了。这张乌龟的照片就可以看出比较大的差别，因为乌龟壳上面的纹路比较复杂。那 iPhone 拍的这张，大部分的地方都被涂抹掉了。乌龟脖子上面的这个红点其实还蛮大的，但是在 iPhone 这张几乎看不到那块红点，所以我觉得 iPhone 长焦的算法比较适合拍建筑物，自然生态这种比较复杂的画面就比较不适合。
这两张的差距就比较大了。iPhone 因为是数位裁切到15倍，而且它的底太小，跟光圈的关系，没有办法拍出前景深、背景虚化的效果。长焦的压缩感就会把小鸟、树枝跟后面的房子全部挤在一起。虽然可以看到小鸟的轮廓，但是整体看起来比较杂乱。右边这张因为是用全幅相机拍的，加上100/400，在400端的时候光圈可以开到5.6，所以可以制造出这样背景虚化的效果，让整体照片更有立体感，一眼就可以注意到画面中的主角。那接下来是影片对比的部分。那我先用 Sigma 的70端。跟 iPhone 的3倍镜头都一样拍4K 影片，然后录那个对面的鸭子。左边这个 iPhone 3倍光学变焦的影片表现相当出色，跟 Sigma 2470的70端相比，主要的差异还是 iPhone 的调教比较锐，那相机拍出来的这个颜色比较舒适一点。那现在是测试 iPhone 5倍镜的录影，那5倍镜大概是135毫米，那我的 Sony 100/400也调到135毫米。拍一下湖里面的鸭子，在 iPhone 调到5倍的时候，除了因为数位变焦造成的画质损失，其他部分跟刚刚的情况都差不多。iPhone 的调教比较锐，那相机拍出来的这个颜色比较舒适一点。好，那 iPhone 录影的时候最远可以调到9倍镜头，大概是235毫米左右。那我的100/400GM 也调到235毫米。那我拍一下树底下的鸭子。iPhone 调到9倍的时候，鸭子的羽毛细节都不见了。那相机拍的鸭子就非常漂亮，身上的纹路都可以清楚辨识，鸭头的绿色也非常好看。那 iPhone 的鸭子颜色跑掉的就比较明显。那这个相机拍的鸭子脚上的皱纹还可以清楚的辨识 ，iPhone 拍的就剩下轮廓还在而已。而且相机拍的这个鸭子白色的羽毛也很漂亮，看起来就比 iPhone 的肥美很多。但这个拍建筑物的画面对比就没有差距这么大了。如果是在手机这样小小的荧幕上面看的话，第一时间可能没有办法分辨出来哪一个画面是谁拍的。不过仔细观察，还是可以看得出来月台栏杆的部分，相机拍的细节都还在，但是手机的栏杆有一点点糊掉了。从左边的树枝也可以发现，相机有虚化的效果，那手机就没有这种效果了。我拍的地点距离月台大概有200多公尺，以 iPhone 这样的表现，我觉得算很不错了。像我这个跨年的时候用 iPhone 13 Pro 的长焦随手拍的，效果也不错，发一发 IG 限时动态就蛮唬人的。当然相机一定可以拍出更好看的画面。那看完了 iPhone 13 Pro 的望远镜头跟 Sony 100/400的对决之后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 iPhone 在3倍镜头没有数位裁切的时候，表现其实算相当不错了。但是到了5倍、10倍、15倍之后，可以看得出来 ，iPhone 跟100/400GM 有很明显的差距。那如果真的想要拍很远的东西的话，可能就真的要买一个相机跟一个长焦镜头来拍了。但是我这个100/400GM 它加上机身就快要3公斤了，那基本上很少会带出门，所以如果只是记录日常生活的话，其实手机就够用了。例如发 IG 限时动态也不需要很清楚的画面。而且我前几天去玩了一下三星的 S22 Ultra 的10倍光学变焦镜头，感觉还蛮有趣的。当然，最适合你的相机才是最好的相机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拜拜。